美军闯军演禁区被吓跑，又出动核轰找场子，为何说俄罗斯召见美国武官是下最后通牒？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日前，我国和俄罗斯在俄罗斯领海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进行军演，时间跨度是14日至17日。结果在中间那天，美国一艘军舰却突如其来地闯入了军演禁海区域。不得不说，美国这是相当的大胆子。要知道，既然是划定的军演禁区，那么双方军演过程中，就算把美国军舰击沉了，美国也是没地方说理的。更何况，美国此番动作明显侵犯了俄罗斯的边境，触动了俄罗斯的神经，因此那自然是承担俄罗斯的报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这次擅闯也闹出了不一样的风采。据俄方发言，美国军舰在明知有军演，并且还接收到相关驱逐信号的前提下，依然闯入其中，并还升起信号旗，准备让舰船上的直升机直接起飞。美国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真以为俄罗斯拿美国没办法吗？按照俄罗斯常年的行事准则，美国既然敢做初一，那么俄罗斯自然是不惧做15的。所以这次在美国军舰闯入并准备搞事之后，俄罗斯直接和美国硬杠了起来，其军舰直接冲向美国军舰，直到距离美国军舰只有60米的时候方才转向。这一下直接吓得美国军舰转头逃之夭夭。其实这次之后，美国就只要等着承受俄罗斯怒火就行了。结果美国又搞出了一个骚操作，直接出动核轰炸机想要找回场子。美国这是个什么奇葩想法？有消息人士表示，在美国军舰擅闯军演禁区后，2批4架 B-1B 战略核轰炸机现身日本，其中2架进行了战略巡航任务，其中2架则直飞日本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这件事官方尚未报道，暂时难辨真假。不过如若是真的，那么美国这回还真是来找场子了。不得不说，美国确实头铁，俄罗斯对于美国种种作为直接给予了严厉打击，除开当场反击的不算，之后俄罗斯再次出手了，直接宣召美国武官进舰，下最后通牒。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这次紧急召见了美国驻俄罗斯的武官，并且明确对其表示，美国如此作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海上碰撞公约以及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发生事故协定等国际规则。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俄罗斯绝对禁止美国以任何形式侵犯俄边境的行为。最后，俄罗斯还强调，目前俄罗斯大型反潜舰特布里茨海军上将号依然在日本海海域内，没有离开的打算。也就是说，俄罗斯这是明晃晃的在暗示美国，如果还敢去，那么就必然要接受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不管是水上的还是水下的。只能说俄罗斯一直很霸气，最近对美国的挑衅行为态度只会越来越强硬。美军最强核潜艇闯南海出事故，为何说犯了3大错误？有趣的是，为何国际人士认为谁惹中国海军谁找死？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日，中外媒体报道，美国性能最强核潜艇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2号艇康涅狄格在10月2日南海发生碰撞事故，造成15人受伤。而央视4频道报道说，南海感知平台称，10月3日，中国卫星在西沙群岛近海拍摄到一艘海狼级核潜艇在水面航行，并且公布了照片。毫无疑问，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试图闯入我国西沙领海，却发生碰撞事故，最终还被迫在中国近海上浮航行，形如被缴械。整件事充分表明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海军犯了严重错误，导致自取其辱。美国政府盲目自大，以为中国的反潜技术和水平还停留在20多年前，无法发现美军核潜艇，所以动用核潜艇却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试图闯入中国领海。以往美军闯南海都是用水面舰船，例如伯克级驱逐舰，这些舰艇无一例外都是遭到中国海军舰船拦截，无法成功闯入中国领海示威。所以美国政府动歪脑筋，用核潜艇冒险。然而这次非但没闯入中国领海，还自己出事故，太丢人了。美国海军选错潜艇，海狼级核潜艇是美军性能最好的核潜艇，经营水平、航行速度、下潜深度以及武器装备都是首屈一指。后来的弗吉尼亚级只是它的缩水版，但是海狼级作战目标和任务海域根本没有涉及到近海行动。海狼级核心任务是平时秘密跟踪俄罗斯战略核潜艇，战时能用最快速度把敌方战略核潜艇干掉。它的作战海域是北大西洋、北冰洋等等这些深海区域，所以海狼级的装备声纳
亚等等一系列装备都是围绕深海反潜艇作战，而近海作战恰恰是海狼级的后继者弗吉尼亚级的任务。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虽然是海狼级的缩水版，但是缩水部分是下潜深度，一部分5倍和最大航速等等，但是核心的静音能力是没有缩水的。这款潜艇在设计之初正好赶上美军海军由海向陆的战略转型，更加偏重近海作战。一部分弗吉尼亚装有容纳特种作战的微型潜艇舱，可以潜入敌方近海释放微型潜艇，有效支援海军特种作战，因此它的近海作战能力比海狼级要强。闯南海就是近海作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远比海狼级合适，但是美国海军偏偏做错选择，何等无能。当然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也不可能闯入中国领海，但应该不会出事故那么丢人吧。简单总结3点，美国在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潜艇执行错误的任务。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在中国南海和台湾海峡搞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是执行这些任务的美军舰船却事故频发。特朗普时期2艘伯克级驱逐舰分别被日本和东南亚商船撞了，到了拜登政府，核潜艇在中国家门口出事故，直接送脸给中国打。也难怪有国际观察人士评论道，中国海军发展神速，不再是以前的海军了，现在谁惹中国海军谁找死。美军高频率闯南海，对于海军官兵压力很大，他们每次都面临看到的看不到的中国海空兵力，简直就是在死神面前作死。官兵们一旦神经崩了，就容易出事故。未来美军舰船直接出事沉没，作者都不太吃惊。最后请美军舰船沉远一点，别污染中国近海环境。叙利亚战争可以说是现代战争中最为典型的代理人战争，明面上是叙利亚内战引发，但背后却是大量外部势力的渗透。而在最近，俄军在叙利亚的血腥轰炸战术生效，逼得美国重要代理人宣布投靠。在莫斯科当地时间10月17日，俄媒长期关注俄罗斯空天军动向的航空新闻对外爆料，中东美军想要重返叙利亚北部资源重地的军事行动已经正式宣告失败。长期为美军服务的代理人库尔德武装于当日正式对外宣布，将禁止美军进入该组织在叙利亚北部的势力范围，不再为美军卖命。按照俄媒的说法，最让人注意的是，库尔德武装喊话正在与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商议关于3方结成同盟的事宜。换句话说，这个曾经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重要代理人正式宣布改其意志，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上。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否是美国故意演的一场戏，目的是为了迷惑俄罗斯，让自己有足够的机会将代理人逐步渗透到更深层次的俄叙联军之中。但俄媒注意到，根据叙利亚军队得到的情报，在几天前，一支配备着美式武装的部队抵达叙利亚北部山区伊德利卜省，但当他们试图在该地区构建临时营地和观察岗哨的时候，却遭到了库尔德武装人员的袭击。暂不清楚双方是否有人员伤亡，但在事后，库尔德武装就开始对外宣布，该组织与美国划清界限，并与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要求美军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闯入库尔德人的势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有观察人士认为，在2019年的时候，美军因为特朗普的撤离叙利亚政令，仅仅保留几个重要的油田占领区，让中东美军偷运原油外，美国主要部队大多已经离开叙利亚，这就导致原本作为代理人的库尔德武装遭到了各个势力的围剿，而美国面对库尔德的求援却十分冷漠，这才让双方关系快速破裂。但是在后来的2年里，美国这位曾经的重要代理人却少有对外公开过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这才让如今库尔德的一番结盟话语显得十分突兀。有分析怀疑，库尔德突然转变或许和最近2周俄罗斯连续对伊德利卜省的他国代理人完全不留俘虏的血腥轰炸有关。当时是在9月底，俄罗斯因为叙利亚统一全国的战争进行的并不顺利，为此调集了图 22M 超音速轰炸机作为支援。但在抵达当天，俄罗斯在叙最大空军基地却遭到了火箭弹的袭击。作为报复，俄罗斯开始利用情报网络，专门挑聚集的这些各国代理人进行轰炸，还使用了大当量的航空炸弹。这种只为杀敌不求活口的行为，让很多武装势力为之胆寒。而库尔德这番话，或许就是为了给自己提前找个大腿，防止哪天被稀里糊涂一顿乱炸。刚向中俄发出挑衅信号，美国就再次告急，接连3条坏消息传来，而与此同时，拜登竟然还在演讲攻击中国。
从拜登在今年2月份正式上任后，美国就成了一颗不稳定的炸弹，时不时就会爆发一下。而近日，美国刚向中俄发出挑衅信号，军舰闯入中俄军演禁区，美国就再次告急，接连3条坏消息传来。与此同时，拜登竟然还在演讲攻击中国。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接连传来3条坏消息，让本就危机的局势再次告急。第一条消息，在继约430万人辞职潮后，美国又有大约10万人加入罢工潮。从美国披露的数据来看，别看这430万人的辞职潮人数不算很多，但是如果加上7月份的400万人辞职，以及前6个月的辞职人数呢，这就至少有上千万人辞职了。而全美也不过7000多万人口，而稍微刨除老人、小孩、无业人员等，美国现在还能剩下多少人工作？这次又有大约10万人罢工，美国社会的运转体系还能够支撑得住吗？种种问题现在犹如泰山般压在美国的头顶上，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美国人罢工。此前美国流传出了一句话，大约是这么说的：在外工作不如回家领救济金。很显然，现在工作的人比不工作的人还要惨，照此下去，美国所有人就真的只能躺在家里等着政府养了。第二条消息，美国在疫情依然尚未稳定的时候，竟然在6个月时间中浪费了至少1500万剂疫苗。当初美国向很多国家都承诺了分享疫苗，结果美国做到了吗？截至今年7月份，低收入的国家依然只有1%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就连美国也没有达到100%接种的时候，美国却在不断的浪费疫苗，简直毫无大国风范。而且有一点必须要说，美国虽然整体数据有所下降，但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多处地区依然不断上升，甚至在犹他州依然在持续恶化，其全州94%的重症床位都被占用了，而恶化原因却是疫苗接种不到位。第三条消息，美国物流堵塞加剧，供应链危机持续爆发，通货膨胀继续上涨，美国人接下来的黑色星期五、圣诞节、年底购物节全部成为了泡影，导致愈加严重的原因就是疫情不断、罢工潮、辞职潮的发生，美国工人不足，本土供应做不起来，依赖外力协助却远水解不了近渴，可以说美国人连食物都不充足了。接下来美国很快就会迎来冬天，如果依然无法解决供应问题，美国必然会饿殍遍地。而与此同时，拜登在干嘛？拜登在演讲，讲的还是如何攻击中国、攻击俄罗斯，号召民众跟着美国一起冲。然而美国人有眼睛看得见，所以拜登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参加活动时，直接被人喊话：去你叉的拜登！有道是积少成多，水滴石穿，美国如此频繁的出事，那么美国分裂败落都必然来得比想象的更快。